其实你知道我向往丁克，还向往自由，为什么还逼着我要孩子？这样我感觉现在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了。我一直在努力地靠近你，为什么你不能为我孩子做一点点改变呢？你根本就不重视我们的家庭。就因为一点钱的事儿，你就跟我妈闹得那么凶，你懂得什么叫孝顺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重视家庭吗？你永远都有你自己的道理，在你的自由面前，我和孩子一文不值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走下去。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胡先生37岁，来自四川，运营主管；唐女士35岁，来自四川，自由职业。欢迎胡先生啊，欢迎唐女士哈。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给介绍一下。我们现在暂时是离婚的状态，就曾经是夫妻。对。现在是什么关系呢？现在因为我妈还有一个孩子，然后也是事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。哦。所以还是算是一家人。哦，呵，这关系很复杂，合作伙伴，孩子的爹妈。还算家人，不是夫妻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，不是夫妻有多久了？应该快2年了。啊，在一起多久呢？14年。哎呀，最好的青春，你跟他在一起是吧？咋认识的呀？火车上认识的。就是当时我毕业，然后去浙江温州上班，然后他是去浙江的宁波看他的父母啊。我当时我们住的话是7月10号。早上8点08分的火车，然后在车上的话就一路，然后就聊天嘛，然后就彼此就熟悉了啊。到了浙江以后，然后我们就彼此有联系啊。后来半年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2010年。哦，什么时候离的婚呢？18年，当时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因为一时气愤，然后吵架以后，然后说离吧，离就离。哦，你们现在是合作伙伴是吧？对，是事业的合作伙伴，还是家人是吧？这么着吧，离婚离家了吗？没有。嗨，那你们俩较什么劲呢？就是我们为什么离婚嘛，那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妈妈在我生小孩那年，他妈妈去做投资理财，然后失败了，他就背着我把我们家的共同财产拿去，就是说给他妈妈抵债，然后他妈妈也把房子变卖了以后抵债，但是这个事儿我从头到尾我不知道，然后后来是通过我女儿去她奶奶家回来跟我讲，她说妈妈奶奶搬家了，我当时就很气愤，我说这是什么？不，您闺女是个神童啊！您生孩子的时候这个不是，我说我生完孩子那2年，然后他们去做投资失败了，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，然后他们就中途还在搞这个事儿，然后等我孩子大了，然后他们把房子卖了。等于余波至少波及了2、3年是吧？孩子没说话。对，中途我可能就是说有点后知后觉，生了孩子嘛，重心就在孩子身上了，可能就他们在干什么，有点就是把我蒙在鼓里，我就不知道。这不太厚道。对，但是房子是我妈的啊，我妈房子来说她可以卖啊。但是那个房子你是知道的呀，对不对？首付我们付的，对不对？装修款我们给的，房子是他的，对，他可以做主，但是你至少给我知会一声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经济宽裕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还债，不用走到卖房子这个地步，对吧？不是，钱亏了以后可以去赚，但是问题关键的话是你当时的话去质问我妈的态度啊。过去的话就质问我妈怎么回事，然后硬逼着我妈去道歉去认错。那你觉得来说这是一个晚辈对一个长辈的态度吗？哎，那个不是因为我跟你回家交流，我说你去给你妈沟通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啊。你那叫说了吗？我就是想去跟她说，不要再搞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亏了就亏了，那你以后不再做这个事儿就好了。那是我妈从小到大，我和妈妈一起生活。那你妈杀人放火你也不管啊？你也不说她的对错呀？做错事是要去承受。不是跑焦了啊！你跟他那会儿的关系是？那会儿还没有离，当时还没离婚，夫妻关系。对，那个财产是，应该是共同财产。共同财产，对。您拿了家里的共同财产，瞒了妻子2、3年，这事儿不是错在您吗？跟您妈有什么关系啊？但是我也给我妈说了啊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没跟你妻子说呢？这是核心呢。反正就是妈就没错了，然后给我招呼都不打，还债的时候都临到头了，确实要第2天要还贷款的那种，才告诉我，哎，我在哪儿贷了款。我之所以这么气愤的话，是因为她的态度，因为我妈妈
在我15岁的时候就和我爸爸离婚了。然后我从小呀就说是我妈妈把我养大的。我妈妈也是一个经济很独立的人。我觉得这笔钱你愿意怎么去承担责任就去，然后我作为子女，我能够去做哪些事情，我也愿意去做。我发现你的整个思维就是所谓的只讲理不讲情。你说那个房子是我妈的，那是指房本和法律意义上是你妈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这个房子实际前面的来源是有赠与性质，当然你赠完之后那就是人家的，可是在情上面好歹跟妻子打个招呼嘛。所以这离婚倒也正常啊，这是一个导火索是吗？对。再往后呢，在孩子这个事儿上，因为他是崇尚自由的，他说他不要孩子，那我们就有一段时间谈恋爱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差点分手了。最后他还是就是说还是答应，他说我们先谈2年，然后晚2年再考虑要孩子的事儿，然后就后来还是答应了要孩子。我后来怀孕了啊，怀孕3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差嘛，然后大出血，然后在医院大概住了1个星期的院。在住院的时候，他有一天可好了，他跟我说，他这个孩子不要了吧？他说，本来就不要啊，当时你的身体承受不了啊。医生给你说不要了吗？医生说我身体受不了了吗？医生他只是站在医学的角度，但是你是我女人，我在乎的是你的身体。那你站在我的角度嘛？一个女人最大愿望是什么呀？这我不管。这女人最大愿望是不是就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？医生没有让我放弃，我觉得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是心疼你吗？后来不也生了吗？是吧？对呀，后来孩子生了嘛，孩子事儿他也不管。然后孩子也是跟我姓的。不是，孩子跟你姓？他直接说以后孩子跟你姓吧，就很轻描淡写的，孩子跟你姓吧。我觉得没事啊。不，我知道没事啊，就是你对孩子的态度就是。做了爹之后，你还是那个想法，就是觉得要丁克，要自由，是吗？我本来就不喜欢小孩子。再说孩子的衣食住行，我也给了钱啊，我一分不少的给了。这不是重点吗？重点是说，有了孩子之后，你还是没喜欢他，是这意思吧？我觉得孩子就应该自由的话去发展然后该我去做的。不是，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自由发展是你对他教育的一个理念，我问的是您的情感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。你现在喜欢孩子吗？一般。孩子反正啥都不太管，比如说学校有个群嘛，家长群，学校老师在里面通知明天有个活动，然后体育活动必须爸爸妈妈一起参加。他可好，他直接自己出去玩了，人家所有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，结果就我一个人参加。校园运动会有什么好参加的？不就是还算是好的，就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当时在准备要孩子这块儿，分歧最大，其他的都谈恋爱没什么大问题。都对你特别好。对，我心里想的就是要不看在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，然后要不是现在有个5岁的可爱的女儿的份上，我还跟你干啥？听你们这么一说，离不离婚大概我看没什么呀，在我听来没有差异啊。这个离婚不离家是谁提出来的呀？我提的，因为站到我的角度，为了孩子。那这个离婚之后的生活和离婚之前有什么改变吗？从我的角度，我就觉得好多事儿我不管他了，就不像以前今天穿啥衣服啊，衣服我给你洗不洗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不管你，你钱我更不用管你。以前我都属于那种，他要做个啥我都要管的那种。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好啊？挺好。那干嘛还要复婚呢？走了离婚那一步，然后对心里边还是有个坎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就把一复婚不就得了吗？他暂时不同意。又有什么阻碍你们复婚呢？但是打心里来说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有自己更好的生活，他更向往自由呀。挺纠结的。我一边是崇尚自由，我喜欢去骑行，我喜欢去郊游，然后还有孩子，我怎么办？道理的话是我的爱好重要还是孩子重要？在他眼里看来的话是孩子重要，但我觉得来说话，男人嘛，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空间，有自己的爱好嘛。他的这种状态你接受吗？就复婚之后他还是这样，你接受吗？我希望他改一下，对孩子。情感走到这一步你有后悔说，哎呀，其实那会儿不要一个孩子，可能我们就这么去自由，然后一起创业，你后悔过吗？我当时都想的是，要是没有那个孩子，我就很干脆的。你是说很干脆的跟离开了他，还是离开他？我觉得如果没有孩子这个事儿，不管我年龄多大，我都会离开。为什么？
确实他的性格我可能接受不了。你已经接受不了他的性格了，那你还跟他想复婚是为什么？孩子呀。这跟孩子没关系啊。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有一种父爱的缺失嘛。他不是已经缺失了吗？至少现在我们当着孩子，我们还是维护的很好的那种，至少说。那不是假的吗？孩子运动会他不都不去吗？但是说平时在家的时候，偶尔去公园，偶尔散个步还是可以。没问题啊，离婚之后可以探视闺女啊。但是有个问题存在啊。什么问题啊？因为他家庭是离异的嘛，我不想我孩子像他一样。行，我听明白了。所以俩人都特别有意思。你是因为向往家庭的感觉，但是你又愿意挣脱家庭的束缚，内心更向往的是自由。对，好，女生你这也很有意思啊。你的性格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，但是我要给我和女儿营造一个假象，这个假象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满编制的家，在这个编制内有人是不是心思放在这儿，其实这不重要。其实我还是想，那么多年啊，我想我孩子大了，肯定就是慢慢会感染的。没有啊，所以你就想一件事啊，6年前，你逼着他要给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你也想过，当一个小生命真的来了之后，你怎么会那么狠心就不管不顾呢？但是实际上面，孩子的成长已经告诉你了，现实是什么。我觉得来说，孩子自由发展，我们老了以后也不需要孩子的一个抚养啊。为什么老是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不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呢？你这个孩子放到第2位是怎么个放法？我觉得话，孩子他喜欢什么事情，他自己去做。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话去满足他的一些兴趣爱好，然后我们不希望未来他让我们去帮他去带孩子，未来我们是独立的2个家庭。那你未来还很早嘛，我就说现在嘛，现在这个家庭状况，假设说咱们复婚了，你认为最理想的那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？孩子由他妈妈去带，然后我不带。你现在不也不带吗？第二来说的话，我不想的话去陪孩子更多的时间啊，就是把我自己事情忙完以后，我有时间的情况之下，我会带他出去玩一会儿，但是不要老是逼我，说是哎今天该你去了，明天该你去了，后天的话也是你了，我不想要这样的状态，我想要自己的生活，我还有自己的爱好，我还去骑行啊，去踢球啊，这都是我需要时间啊。对，你可以带他一起骑行啊，上100公里的骑行。没有啊，慢慢来啊。你开个车跟着呀，孩子在车里啊。如果想的话，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嘛。在这个关系当中啊，都特别拧巴，你也挺拧巴的，想要的是感觉，是感受，而不想付出。你也特别拧巴，你试图通过生活大的这个改变，你想改变这人的性格和他的价值观，所以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嘛。这个就看老师们怎么去看了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一个错位的、糊糊涂涂的，又本来不该有的一段感情，就是你如果再选一次，你还会结婚吗？啊，等等，如果你要去骑行，都跟朋友安排好了，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啊，原来是女儿的生日，你会怎么选？可能我还是会先陪我女儿吧，因为她毕竟是她生日。但是平时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会先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吧。我觉得他能说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是他的最大值了。那你所期望的所有的一切，在他这里边其实得不到。这个时候呢，当你越想得到，你们的关系呢其实越拧巴。而你每次跟他吵架，其实最后得到的都是反抗。你没看他根本不让你吗？所以你们2个是火药对火药，最后就变成了爆炸。而你想想，如果你的女儿总是生活在火药和爆炸中，你难道真的觉得是这样是好的吗？我觉得不是，孩子心里反而更不健康。而你真正相对独立以后，那么他定期的给予一定的父爱，我觉得反倒对孩子是更健康的。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心情，为了孩子，我觉得独立一些。而如果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真的对你的孩子也不错，也能陪着玩的，可能对孩子是一种更好的一种选择和寄托。我特别想问一下胡先生啊，你觉得家是什么？我只希望家是一盏我晚归家的一盏灯，
还有一个人陪伴在我身边，在我累了的时候，多问一句话就够了。我真的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东西给我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人。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以后，我觉得来说，既然我自己的家庭他都不能给我很好的感觉，我还去奢求这么多干嘛？14年，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有，比如说我经常上晚班的时候回家，推开门以后，都是有盏灯开着的，然后下雨了，他有个电话问我，你注意一下安全。我觉得这就足够了，我不需要太多，我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，所有，我不需要他给我买任何东西。如果你什么都能自给自足，你还需要那盏灯吗？你还需要那个人的问候吗？如果你一切都能满足自己，它的存在有意义吗？我相信在你的原生家庭的经历里，你一定是渴望得到爱的，你不是一个无爱的人。而且你的工作里面写的是运营主管，我相信你对你的团队是有着足够的责任和担当的，对吗？对。请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才叫责任和担当？一个男人在外面所有功夫都做足了，同僚对你点手称赞，你的朋友对你点手称赞，唯独家里人在哭泣，唯独孩子得不到父爱。我想请问，责任担当在哪儿？你的爱在哪儿？你对那个曾经给你点灯的人，对你嘘寒问暖的人的那份情感在哪儿？既然你想要爱，在之前离婚之前，你真的不仅是拥有了爱，他还为你传宗接代。而那个孩子他是善良的，他每天他可能在参加什么运动会的时候，他想的永远都是美好的画面，就像当年的你在希望得到爸爸妈妈的温暖那样的憧憬。可是你怎么做的？你在扼杀你自己的后代对于爱的那份需要和存在感。你希望让这份状态一直延续吗？可不可以试着不去逃避？你们之间是否要复婚，在于你们的决定。不要拿孩子作为一个挡箭牌，说我是为了孩子我才想要进入婚姻。你要记住，如果一个妈妈自己都学不会自尊自爱，你的孩子就会成为你的复制品。你善待自己，孩子就会学到你这个榜样的待遇。所以最后你们要怎么选，看你们自己。但是我真的今天就是发自内心的，我希望你们幸福。谢谢。谢谢张老师。假设一下，女生，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女儿，该怎么生活？应该还是会很好。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，只是说，我也渴望一个家庭。我也希望我给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家庭。你知道从你选择这个男人开始，你就犯了错吗？你没有考虑清楚你即将面临的和这个男人进入的婚姻是什么状态，究竟是要这个男人给你的全部呵护，还是说你想完整自己的人生要一个孩子？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，不能两全，从一开始就不能两全。既然你选了这么难一条路，你只能自己承受啊。虽然有点残忍啊，但这是你的选择。你的生活很难把孩子的这条感情线和爱人的这条感情线交叉在一起。至少你们14年，我没有看到你让他因为你，因为这个家，这个孩子做出改变。所以现在的难题依然是一个，你只能选一头。如果我是你，我真的会勇敢地带着孩子自己好好生活，因为孩子是责任。而先生，其实我不想去探讨你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你的婚姻是怎样。你今天一个30多岁的成年男人，你站在这儿大言不惭地说，孩子的运动会我干嘛要参加？没意思。至少我到现在没有听到哪个父亲，即便他想偷懒，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。你今天站在这儿，让我们感觉到你是冰冷的，因为你的那扇门永远是关着的。你说了，家对我来说是一盏灯，是一句你累不累？你错了，家是一个你要付出在先的地方，有付出才有温暖的回馈。你把心门紧紧关了30多年，你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冷，
你别说什么我不需要孩子给我养老，那你就说出我以后也不需要一个枕边人，我不需要那份温暖，你就继续独着冷着。今天我觉得你还能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，心中至少让我感受到你还有一点点温暖的可能。能不能向下看看孩子，向对面看看前妻，把你的温暖的心门打开。所以你们家庭的核心矛盾还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愿意迈一步，咱就迈；不愿意迈一步，放他们娘俩自由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严老师。确实有你这样的一类不愿意承担情感关系或情感责任的人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他就是这样，他很可能是天生的，一贯性格养成以来都是这样的。我倒是不怎么想要说你了，因为你已经养成了。我其实挺担心孩子，我担心孩子的原因在于他的母亲其实被同化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他越来越像了？价值观取向也越来越像了，甚至你也说出早知道又不要孩子了，你已经变成另一个他。这个时候，当遇到你们这两个相似度那么高的人，那么理性那么冷酷的人，当然你对你女儿没有那么冷酷啊，但是在别的事情上你们相似度那么高，请问你们的女儿她会得到什么？你真的去感受过你女儿真的要什么吗？你女儿需要这样一个父亲吗？她说运动会不去，她说我不需要去管女儿，我偶尔陪她一下你就结束了，不再跟她交涉了，接受了。你不为你女儿抗争一点什么吗？最后你同意了，妥协了，因为你跟她已经是一类人了。复婚和不复婚对你们女儿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所以真正要想的是你要带给你女儿未来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原生的、冷漠的、没有情感流动的、没有爱的传递的一个家庭，还是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去找个太阳，找个阳光，给你女儿一点正常的父爱？如果你是为了女儿考虑复婚的，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东西。就这样，谢谢。谢谢陆琪老师。谢谢。我反向的提几个问题，我们看看就挺有意思的。这个父亲有没有陪孩子去过游乐场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。有。这个父亲有没有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这个父亲有没有给孩子开过家长会？有。这个父亲有没有带孩子逛过商场？有。他有没有给孩子买过礼物？有。他有没有给孩子过过生日？有。孩子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说我爸爸要找爸爸？有。如果以上种种都有的话，是所有的父亲都敢拍着胸脯说我做的比他好吗？其实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他只是很坦率地说，我恐惧做这件事情，我害怕做这件事情，我想逃避。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告诉我们他逃避了吗？没有。选择性的部分逃避了，偷懒了，但是客观上面他真的没逃避，是这意思吧？他算是一个坦诚，他基本上有什么说什么，他也说，所以我就说，喜欢就喜欢，其实是因为他的坦诚，他直接的表达了他内心的一个理想的想法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他觉得老那样做，他觉得压抑，因此才有了这对拧巴嘛。我就弄不明白，干嘛活得那么拧巴嘛？我不知道你在跟谁较劲嘛。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，想自由，你们就自由，不要再拿孩子做借口了。就在这段关系里面，拿孩子做借口的事儿太多了。孩子是天才，在孩子面前演戏，孩子会笑掉大牙的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哎呀，其实我就想的是，你多体谅一下我，然后也多拿点时间陪我跟孩子而已。其实对于孩子来说，我并不说是不喜欢，或者说是不爱，而是来说我真的是觉得来说话，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，还有不要把孩子老是放在第一。我需要家庭的第一位是我们两个，
不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两位啊。今天咱们这个门就赋予它点意义，好不好？跟复婚不复婚没关系啊。您要想改变，你说我愿意比以前稍微多付出一点，您就出来。您说我还是不愿意，我坚持这个观点，您也别出来了，好吗？对您来说出来非常简单，我复婚就是因为我爱他，跟我孩子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就出来。如果说你是考虑到孩子而跟他复婚的，你就别出来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，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看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究竟是什么。请开门。怕蔗糖喝碱醇，君乐宝碱醇零蔗糖酸奶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怕蔗糖喝碱醇，君乐宝碱醇零蔗糖酸奶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回来。请开门。希望你们的这种关系引起电视机前更多家庭的思考。好了，怕蔗糖喝碱醇，碱醇酸奶为爱做减法，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君乐宝碱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。打开天猫搜索君乐宝碱醇酸奶为爱做减法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曾经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家里的事情我会尽量去做好，对孩子的关心我会尽量的多一点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自己的选择，我自己的爱好，我自己的工作，甚至于对于你的爱，我没变过。很多东西我可能强加给你了，所以以后我也尽量多考虑你的想法，然后孩子我们也共同好好照顾。啊。谢谢四位老师，谢谢四老师，送给你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能来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